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大清80万兵力打英军2万人，却惨败而归，开启中国近代100年屈辱史。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大清为何输掉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战争。战争最基本的是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双方的军事力量。先说武器。一般人理解的鸦片战争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热兵器对冷兵器的降维打击，英国的军事装备远远强过大清。这话貌似有理，却很偏颇。当时的清朝确实闭关锁国，落后世界潮流，但军事装备这一块落后的并不多。首先我们看大炮。鸦片战争时，中英两国都是用的钱塘炮，借助本土作战的优势，清军的火炮数量远超英军，两者在技术水平上其实差别不大，差距主要在制造工艺上。彼时已然开启工业革命的英国，冶炼水平超过清朝很多，能生产更优质的钢铁，铸造的大炮当然更优良。而清军火炮因为铸造水平问题，炸膛率非常高，密闭性也很差，因为容易炸膛，于是只能减少火药数量，以求安全。最后弄得火炮威力小，射程上也比不过英军火炮，精度上也差一大截。对比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可知，英军火炮确实超过清军，但质量不足数量补，英军占据优势，可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其次我们来看火枪。按照装备技术水平看，当时英军的主流火枪都是前装碎发火枪，这种枪的最大射程是300码左右，大概是270米，有效杀伤距离是80码左右，大概是72米左右。曾经有个英国陆军上校说，如果一个士兵在150码，也就是135米外被击中的话，他的运气非常差；如果在200码外被击中，那几率跟射击月亮一样。除了射击距离和命中率不咋地之外，这钱塘碎发火枪发射步骤也非常繁琐。按照1834年英军自己的训练手册记载，最熟练的士兵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射速也不过每分钟3发，这就是英军火枪的极限速度了。看完英军火枪，我们再看看清军的。和许多人想的不一样，当时清军火器装备率是70%，早已是一支冷热兵器配合的军队。火枪主要有2种，鸟铳和台枪，技术上属于火绳枪范畴。鸟铳的射程说法不同，有说100米的，有说150米的。无论100米还是150米，跟英军火枪射程差别都不大，差别主要在射速上。火铳的射速大多是1发每分钟，至于台枪，射程就远多了，可以打到300米远，威力巨大，但行动非常缓慢，射速也很慢。火枪对比上，英军射速占优，但射程和威力对比上，优势并不明显。最后清军还有弓弩优势。相较于不成熟的火枪技术，其实那个时代的弓弩射程并不低，古代弓弩的射程可达300米远，宋代车弩更是有在1000米之外击杀辽国大将的战绩。由此可见，弓弩在那个时代并不过时。甚至那个时代的英国也有许多人要恢复传统长弓手，因为比起不稳定的火器，反而冷兵器更靠谱。而清朝时代的弩弓技术，按雍正帝的说法是历朝历代最强。一个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可以准确射中130米距离外的敌人，而且弓弩的射击速度也比火枪快，可以达到每分钟3到4次，操作也简单。唯一的区别是对弓箭手要求比较高。按这个数据对比可知，鸦片战争中清军如果弓箭手给力，估计都能给英军造成不小的杀伤。那么为何鸦片战争还会打得如此狼狈？答案另有原因。先说兵力，当时清朝有八旗兵大约20万，有露营兵大概60万，总兵力达到80万。80万的兵力在当时的世界来看，都是一支很庞大的常备军。英国总兵力是20万，但这20万不可能都派到中国来。在鸦片战争的初期，英国派到中国的总兵力大概是7000人，后续英国也不断地往中国增加兵力，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派到中国的远征军总数是2万人，英国的2万人对清军的80万人。按照这个数字来说，清军是以众击寡，而且还是本土作战，
既可以以逸待劳，又可以充分补给。所以清军有2个很大的优势，一个是总兵力的人数优势，另外一个是本土作战的优势。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2种优势对清军来说全不存在。首先来说清军人数，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陆营2大系统，八旗兵有20万人，分为经营和驻防2部分。经营一共有10万人，驻扎在北京和周边地区，驻防也是10万人，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的负责保卫边疆，有的负责监视内地的行省。再来说陆营兵，陆营兵有60万人，是清军的主体。这60万人除了有1万人是京师巡捕之外，其他的兵力全部都部署在全国的各个行省。营的设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个营的士兵他们不是驻扎在一起的。我们知道现在军队的建制都是整个团驻扎在一起，成员之间一起生活，可以培养感情和默契，在作战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战斗力。但清军完全不是这样。比如吴淞营的1000多名士兵，有200名是驻守在吴淞西炮台，剩下的人分布在各个县城和35处训地，每一处训地有的驻兵几个人，有的驻兵10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全国所有的陆营兵基本都是这样，每个营的士兵驻防都非常分散。那清军为什么驻防这么分散呢？这跟他们的职责有关。当时还没有建立警察系统，军队可谓身兼多职，要维护城市的治安，还要剿灭盗匪，看守仓库监狱，勘察城门，协助关卡征税，稽查鸦片走私等等。这些任务当然不可能大兵团一起行动，而是拆分成小股小股的部队。此外，清军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监视民众，防止造反。为了能够迅速地扑灭各类大大小小的造反，清军在各个市集、要隘、道口还有险峻的地方设立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哨卡。这些小部队对付流窜的盗匪非常有效，但却不适应大规模作战。换句话说，大清帝国的军队根本不是打对外战争的，而是打治安战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陆营是汉人的军队，把陆营聚集在一起，满清统治者不放心，所以清廷的策略是让八旗兵相对集中，让汉人的陆营尽量分散，这样集中的八旗就可以防备分散的陆营。因为清军的主要职责是监视、控制内部的百姓，所以清朝能抽调出来打仗的人就很少。所以说，清军总兵力80万这个数字基本没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可以投放到战争中实际作战的数量。鸦片战争实际交战的地方是广东的虎门和广州，福建的厦门，浙江的定海、镇海、宁波和乍浦，还有江苏的吴淞和镇江。这些地方的清军一共是3万人，即使这些交战地区，清军也不能完全投入作战，因为原来的哨卡仍然需要兵力防守。而战争的到来也不能取消各地守军的日常任务，相反，局势的紧张反而使得清政府觉得更有必要监视民众，防止刁民趁机闹事。清政府防民如防川的态度，也注定了百姓不会和他一条心。在当时百姓眼中，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皇帝和谁打仗与自己这平头百姓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打到自己头上就行，所以才会出现甚至有民众在水师提督关天培与英军交战而跑去围观的荒谬举动。因为当时的百姓并不认为自己和这些英国人是敌人，虽然在战争中也有中国人民抗击英军的事迹，但大多都是因为英军侵犯到了他们切身的利益，民众才会奋起反抗，否则他们依然会冷眼旁观清朝和英国的这场战争。那么清军一共投入到这场战争的兵力是多少呢？是将近10万人。就是说，清军80万人有1/8的兵力参加了这场战争。当然，这10万人并不是一下子就集中起来的，是分了无数的批次被从全国各个地方抽调到战区的。不过这10万人对抗英军的2万人也是有绝对优势的，英军的2万人也是最高兵力的时候才有2万人，不是一开始就有2万人。那英军的2万人是怎么打败清军的10万人的呢？船坚炮利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清政府也清楚英国战舰的实力，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海上作战，而放弃海上作战就等于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对方的进攻。由于不知道英军可能登陆的地点，清朝需要在几千里的海岸线上处处设防，这进一步分散了本就不多的兵力。最后实际参与战斗的人员肯定不足10万。再来说说清军的所谓主场优势。一般主场作战不需要担心补给，还能以逸待劳。然而清军本土作战的优势也没起到作用。当时清朝运兵基本上是沿着驿道的路线行进，沿途各地方的官员组织车船提供粮草和住宿。由于道路的狭窄和沿途地方供给能力有限，这些军队还不能一起走，而是分成200人左右一批的队伍，分批行军。在有河流通航的地区还可以乘船，没有河流的地区只能靠2条腿走路，所以调兵的速度非常慢。我们举个例子，鸦片战争后期，道光皇帝下旨从广西调兵1000人增援浙江，2个月之后，先头部队的550人到达，后面450人还在途中。而这时候的英军已经开始攻陷乍浦和吴淞了，清政府又赶紧把这支部队再派到江苏，他们又开始行军，一直到战争结束了，都没能赶上参加战斗。反观英军，英军的船不仅是凶猛的武器，也是高效的运输工具。英国士兵可以通过船舰从一个交战区快速转移到另一个交战区，一名士兵甚至可以参加2次战争，士兵还能在船上休息。所以真正能够以逸待劳的是英军而非清军。以上是清军和英军的兵力对比，而这还不是清军最致命的问题。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最致命的问题是战斗意志薄弱，这薄弱在很多战斗中都有体现。比如虎门战役的时候，清军仰赖坚固的炮台优势，在跟英军交战的时候并不处于下风。英军一看火炮对轰貌似占不到便宜，就改换战术，直接派步兵上岸交战。英军陆军一上岸，面对清军排枪射击沉稳反击，用一轮轮枪齐射就打垮了清军抵抗意志。慌乱的清军随后就被冲锋的英军用肉搏战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离。清军一逃，虎门战役就落下了帷幕，不敢肉搏成了清军最大的弱点。这才是清军战斗力拉胯根源，既没有牺牲精神，又没勇气，更别提保家卫国了。那么清军为何会如此拉胯？看看一个电影中的演绎就懂了。80年代末有一部叫做《大清炮队》的电影，讲述了清军的状况。刘晓庆饰演的女主为了混口饭吃，就女扮男装到大沽炮台去当兵。跟她一起去炮台当兵的人大多存着同样的心思，指望靠微薄的军饷糊口混日子而已，从来没想过打仗。当时露营兵平时的粮饷是每月1.5两银子和0.3担米，这样的收入水平最多只能养活士兵本人，但凡多个家人都养不活。可想而知，对于一个普通清朝士兵来说，就为1.5两银子玩什么命呢？那个时候的清朝军队，兵制是糜烂的，武备是废弛的，士气是低落的，士兵是混吃等死的，将官是无能腐败的。清军的战斗力差劲，从不是简单的武器问题，而是腐化、无能、低效、麻木引发的。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当年的英国军队真的很强吗？其实他们并不强，只是清朝太弱了，特别是战斗勇气太弱了。因而我们能怪清朝普通士兵没有牺牲精神吗？他们领着微薄的薪水，又被满清政府像防贼似的监视着，生怕这些汉人会起来闹事，换作是谁也不肯为这样的主子卖命。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军队，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